有钱难买我乐意。腕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本期话题源自一份销售排名，大摩和瑞士的咨询机构 Lux Consult 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列出了口罩前后各大腕表品牌销售排名。这个排名可以看出很多名堂，比如口罩前后的排名变化，再比如谁是腕表销售的老大，还能解释某品牌涨价的原因。在有限的时间框架内，劳力士是很难撼动了。但接下来的排名就有意思了，欧米茄和卡地亚这几年打得不可开交，卡地亚和欧米茄这两个品牌吊得相当紧。奇怪吧？但凡是讲腕表内容，似乎讲欧米茄的远比讲卡地亚的要多得多呀。这可能是因为欧米茄是玩技术文化的，传统媒体有的讲，而卡地亚不是没得讲，而是不好意思讲，或者真的不会讲。都有手表，你更倾向于卡地亚还是欧米茄？这两个品牌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看了 Bain & Company 的分析报告就明白了。原来从营收和市场份额角度，卡地亚营收是75亿美元，其中珠宝占70%，腕表30%，而欧米茄营收则是25亿美元，但基本上全是腕表。所以如果仅考虑腕表，欧米茄营收略高于卡地亚，但卡地亚的全球市场份额略高于欧米茄。如果把珠宝剥离，仅考虑腕表，卡地亚略逊于欧米茄，但珠宝在业界的强势地位强化了品牌力。而欧米茄是索契集团的现金牛，90%营收来自腕表。那么为品牌带来销售的都是哪些表款呢？咱们可以从价格区间和标志性表款考察。入门级，卡地亚是 Tank Solo 3000美元以下区间，欧米茄是海马 Aquaterra 5000美元以下区间。中等价位，卡地亚以 Santos 主打7000美元以下区间，欧米茄靠的是6000到15000美元以下的超霸。高端价位，卡地亚是12000美元的蓝气球，当然是贵金属管，欧米茄是1到2万美元的星座。超奢华价位，卡地亚主打珍稀工艺的作品，价位在5万美元以下，欧米茄则是带月相的计时腕表。关于品牌定位，卡地亚在中端奢侈品，即3000到15000美元区间内与劳力士日制型竞争，欧米茄则占据专业表，比如潜水和赛车，还有航天传统品类。地域优势，卡地亚在我国是珠宝品牌的杠把子，而且其腕表很受女性消费者喜爱。欧米茄在男士运动表款上占优。美国市场，卡地亚满足了高珠宝化的需求，坦克、山度士成了品牌的象征，而欧米茄则有着对特定题材的狂热粉丝。与其说是痴迷航天和赛车，不如说是英雄崇拜。我觉得在欧洲，卡地亚腕表是品味的符号，而欧米茄则是邦德航天怀旧情节驱动销售。对成熟市场的关键洞察，卡地亚赢在了珠宝跨界，比如女性买坦克腕表当配饰，而欧米茄则统治了男表和运动表品类。二级市场表现还说吗？简单说说吧。国际上，卡地亚平均在售价是零售价的70%到80%，而欧米茄则是60%到70%。这跟你想象的一样吗？这数据应该是来自 Chrono24。可惜我国至今没有一个二手表平台，既可以交易又可以统计数据。热门表款方面，卡地亚是山度士，而欧米茄则是手动超霸。投资潜力，卡地亚低于欧米茄。如果是稀缺表款，比如超霸的某些款式还会超公价。分析认为，卡地亚的走量款限制了独特性，而欧米茄的限量款都有故事，比如史努比甚至可以达到公价的2倍。估计卡地亚也意识到了这几年一直在出技术含量高的表款。在创新和趋势方面，卡地亚聚焦设计和美学，比如太阳能驱动的坦克腕表，当然还有宝石镶嵌腕表。欧米茄在技术上领先，至臻天文台、免受磁机芯，还有各种陶瓷的应用。要知道，欧米茄海马的某些表款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高科技陶瓷了，氮化硅陶瓷听说过吗？回顾2024年，卡地亚以复古的 Pebble Shape 的回归经典。话说，现代腕表，卡地亚从1904年以来
创制了无数经典之作。这次卡地亚的 Pebble Shape 的回归，只不过是品牌的一次胜券在握的选择而已。欧米茄呢 ，Summer Blue 成功的庆祝了海马75周年，腕表流行力做了大篇幅的报道。说说这两个品牌面临的挑战啊，卡地亚过于依赖珠宝，而他家的腕表除了走量表款的可复制、可叠加的成功，在瑞士高级制表语境下还有传播的空间。欧米茄则正在努力杀入百达翡丽和爱彼占据的超奢华腕表市场。我们视频里介绍的欧米茄 Super Racing 和 Chrono Chime 是两件重要杀器。买卡地亚还是欧米茄？如果你想买一块永不过时而且手势友好的腕表的话，就选卡地亚的坦克或山都士。如果你偏爱技术实力或者技术文化传统，那么欧米茄超霸或者海马。看到这儿，你觉得你对两个品牌的倾向性更强了吗？如果是的话，恭喜你，成功的被我带沟里了。我反对二元对立，我从不回答这种问题。你最喜欢哪个品牌？在我看来，卡地亚、欧米茄都是好表，而且不可替代。任何一个设计都有自己的粉丝，排名只是表明选择的多寡而已。但咱买表买的是咱自己的心头好，而不是别人喜欢的表，对吧？卡地亚也有专业款和复杂款，欧米茄也有珠宝款，甚至是高珠。如果你想买一块卡地亚纯凭技术打造的稀缺表款，可以关注一下卡地亚的 Privé 系列，比如2025年钟表与奇迹展览上推出的 Tank Aguiche。如果你想拥有欧米茄打造的珠宝表，可以看看星座系列29毫米金刚塞德纳金珍珠贝母镶钻表款。毕竟两个品牌区别还是很大的啊，即使是跨品牌交互选择，拿到的表也体现迥然不同的风格，不可替代。卡地亚、欧米茄虽然看似分野，实则有某种共通，而这种共通在口罩后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深受绿箭头之苦的人群。一、消费者更趋理性，更关注体验。二、腕表颜值影响在买表决策中的权重是越来越大。说白了，买就买好看的。面对频繁的涨价和新意有限的新品啊，人们更倾向于消费的体验，比如旅行和户外。这种理性回归注定了以单纯省钱为目的的消费，比如到一个比泰国还贵的国内省免税店买表，还真不如直接出国连玩带买。斯沃琪联名款的成功也证明了为情感消费舍得找人排队。有钱难买我乐意，美妆市场的坚挺更证明了情感和体验的消费而非物质的消费越来越重要。最后就腕表而言，劳力士、卡地亚、欧米茄排前3的现象也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趋势，那就是腕表去工具化、进珠宝化。你没听错，关于劳力士进珠宝化，请看我以前的视频。而卡地亚之所以稳居前3，明摆着与美学和珠宝有关。欧米茄呢，则是让羞答答的男人以专业和技术为借口，花重金在自己的手腕上。星座系列的珠宝化，29毫米款原本拉丝的打磨变成抛光和镶嵌，谁说欧米茄没有珠宝表？现在你买表的思路更确定了吗？你身边的人在选择品牌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到底符不符合以上的分析呢？不同观点更有价值，欢迎加入讨论。